我们就来看看呢，包括这个世界其实很多角落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包括西方媒体也许没有这么加强报道的地方，我们也报给大家来看一看，来参考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一直在这个报道的金砖峰会啊，现在金砖国家从5国已经变成11国了。新加入的国家有哪一些呢？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埃及，包括阿联酋，包括阿根廷、伊朗、伊索比亚这6个国家。我们看到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面宣布，中国将设立1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也许你比较少在台湾的国际新闻里面看到或被提到的，可是他们都是这个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员。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这2个国家，大家知道他们是产油国哦。那近年来他们呢倡议不结盟外交就是多结盟外交，有人说这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配合伊朗的加入这些世仇在同一个平台里头，有没有可能金砖就会变成调节潜在矛盾的平台因为你都加入了嘛，世仇都加入了嘛，有助于中东和平局面的维持。而另外我们谈到了这一次加入的6个国家里面的唯一非洲国伊索比亚。过去大家比较旧的想法就是伊索比亚好像很多的这个饥饿的儿童就是难民儿童那当然他们国家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很 OK 的地方，可是慢慢的我们看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洲的小中国。这怎么讲呢西方国家就说因为中国这几年不断的经援它甚至帮它建设。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是东非第1高楼，也是伊索比亚最高的高楼那它这个高楼呢是楼高52层，今年2月份完工。中国建筑集团旗下的中国建筑公司来承建的。您看到包括里头有银行有各种的贸易机构、餐厅、娱乐场所。那对于伊索比亚来说呢，当然他们很开心有这样的第1高楼建在他们的这个首都里头。可是呢，这个眼看伊索比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接近，美国当然他也不愿意就这样放弃所以你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访问非洲，也特地去了埃及跟伊索比亚那美国今年针对非洲至少已经派出了18位官员出访。从这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看新加入的这金砖6国，他们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的重要性。先从南美洲的阿根廷来看，它其实6月29号才宣布申请加入金砖，一下子就通过了。它是南美第2大国，拉美第3大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核心。那另外看到埃及这个国家，你联想到什么？金字塔，可是它也是非洲第3大经济体，横跨亚非，这是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另外，它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贯穿地中海和红海。伊索比亚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它也是人口第2多的非洲国家，是非洲之角最大的经济体。另外，伊朗这个国家过去被美国给制裁的国家它也很神秘对我们来讲。可是它的这个能源蕴藏非常非常丰富，它是世界第3大石油出口国，第4大石油蕴藏国，也是第3大天然气出口跟第2大天然气的蕴藏国它的地下的这个能源蕴藏非常丰富。那更别提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了，他们是世界第1、第2的这个石油蕴藏国跟出口国，非常非常的有钱。这一次金砖国家的遗珠之憾有人说是印尼。因为印尼是全球第6大的天然气产国，也是亚洲的明日之星，可是这一次没有入选金砖国家那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待会专家可以告诉我们。另外我们看到金砖现在的阵容越来越大了，过去本来4国变5国，现在是11国。你看到了它占全球的总人口近半的人口都囊括在它的版图里头而且呢，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46的人口，还有更庞大的经济份额让它的这个重量让它的分量越来越重。另外，刚刚讲到的这些新的金砖国家，它的这些天然资源、天然气累积储存量将达到翻倍，达到全球的1半这个真的很不容小觑你看他们的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非常的可怕，是全球的1半50%左右。
那美方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是不是把目标改放在巩固拉美后院呢？看到阿根廷刚刚加入这个新的金砖的11国的成员，可是他现在总统初选，极右翼的议员米雷伊这位先生他是总统候选人，极有可能会出现哦。他是极右翼的议员，所以他的主张是冻结跟中国的关系，所以未来还怎么样还很难讲啊。那可能会回到美元呐，或者是跟美国比较亲近啊。另外，我们看看呢，这个下个礼拜拜登会去到哥斯达黎加这个总统跟他会面拜登下个礼拜会去会面哥斯达黎加的总统，讨论移民跟中国的问题。最新的《经济学人》封面呢，他在嘲讽中国的经济。大家看到这个封面，是习近平骑着一条龙，可是这个龙上面有蝸牛壳，意思是中国的这个failing model 这个 fail 它失败了，或者是逐渐失败的 model， 中国的模式逐渐失败了，可是习近平没有去 fix。没有去这个好好的把它调整，所以里头讲了很多中国大陆青年的失业率讲中国经济要崩塌了嘛？来请教这个赖老师。经济学人杂志在这段时间由于政治化以后它的学术地位跟它的学术价值快速的下降所以我们基本上我就不太讨论这些非专业性、带有政治偏见的这些文章，因为我就觉得它就不重要了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奥巴马总统时代的时候，他就发现 G7 已经没有办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过去是 G7 在支配整个全世界的经济所有的规则都他定，但是奥巴马很务实的发现 G7 没用了，所以就成立了集团体。那在这个集团体每一次要开会之前 ，G7 就会先开会来进行步调一致的一个做法。现在苏立文又到欧洲去了，又要去凝聚所谓的 G7， 要透过集团体的活动中来制定国际的经济规则。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已经发现他们越来越无力， G7 的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不只是美国差英国很差，德国现在也负成长，那我就不得不再批评一下这个《经济学人》杂志了。一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是4到5，而德国是负成长，英国是负成长，美国是1.2，日本是寸步难行。那么这一些 G7 的所有的国家都寸步难行的时候，一个比蜗牛跑得还慢的，而且还倒退走的，说你跑5%的，你是够慢的了。这个真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那一些人，他的脑袋装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往后退的，然后却说一个跑到前面5%的，说你跑得好慢了，真是了不起啊！可能他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他也至少看一下他们英国嘛，就看一下他们英国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看一下德国现在呼天抢地的一片，看一下美国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要升息还是要怎么办都不知道了。好，那问题就在于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些政治领袖，然后却在看一个还在往前走的中国大陆，然后说你跑好慢了，真是可笑到极点好，但是这一次的这次的金砖是已经加了6个国家有地域的概念，例如说美洲2个国家了，巴西加上阿根廷，然后亚洲维持2个国家，所以您刚提到为什么印尼没有加进来，亚洲维持2个国家，中国跟印度，欧洲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还有 Russia 也算吧，一个国家欧亚大陆，对，因为俄国比较偏在欧洲这个部分，那非洲多加1个国家，非洲本来就南非，这次加了北非的埃及1亿人口，还有伊索比亚东非1亿人口，所以非洲的重量把它拉高一点那这3个国家是中东这一次2个国家富有的阿联酋还有就是这个沙特，然后另外也是属于中东但是偏中亚的就伊朗了，所以伊朗已经有一些中亚的这个代表性在里面，整个组成为一个新的金砖国家。
一般估计明年印尼应该可能可以加入了。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 G7 了。是，来请教翁老师。我觉得这次的扩张蛮有意思的，尤其它的这个时间点，再加上它有一些国家它申请的其实蛮晚，为什么加入哦？对，我们补充这个接续赖老师的分析哦。事实上，我觉得确实就如同老师所说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会发现加入的这些6个新的国家，它是具有经济潜力，但是政治方向未定。所谓的政治方向未定，是指是不是在中美之间他们会有机会因为加入金砖，所以拉得更近。我们看看伊索比亚，伊索比亚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伊索比亚在2020年末到2022年的时候内战，它的政府跟提格雷产生的这个内战是高度的人权争议的内战。欧盟事实上在今年9月即将要召开的人权委员会，打算要谴责伊索比亚，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认为说非洲国家很重要，伊索比亚有它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是不是要谴责，还是要轻轻放下，避免伊索比亚完全的被推向所谓的金砖或者是中国？所以其实我们说经济上面有潜力的这6个国家都有经济的潜力，但是政治的方向可能未定，所以金砖国家呢可能积极的去拉拢。然后我们再看看阿根廷，阿根廷现在正在选举哦，所以现在阿根廷选举加入了金砖之后，会对选举当中10月22号的选举哪一方可能会有一些优势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初选领先的这个好像是非常抗中，非常这个排斥中国，可是传统的建制派其实是讲的是阿根廷要跟中国进行继续的贸易，所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金砖国家选择阿根廷的一种可能哦。再来，我们也看到的像是伊朗啊，像是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其实在过去可能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都跟美国走得比较近，可是现在呢，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在金砖国家把他们纳入进来，可能所呈现的这个意义会比较有趣，尤其是这些国家可能盘算的是，我现在往金砖国家靠拢一些，跟美国的制衡或者是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也会多一些。所以简单来说，整个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恐怕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的。是没有错。来请教郑老师。这几天因为瓦格纳这个事件所以很多新闻都被分掉了。事实上22号到24号这个金砖5国的会议上是我认为是非常历史性的，在这个世界变局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啊。那除了刚刚汪老师提到说有些国家当然还在观望之外，可是你要知道这一次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他要不要扩容，就是说增加，现在有40几个全球国家表示希望，23个国家申请，那么这次增加了6个。可是会前是怎么样讲的？都说这个是为了中国的这个目标来增加更多的成员国，是为了中国要利用，那是这么分化，然后讲说其实这个巴西啦，特别是印度很有意见是反对的。可是结果出来刚好不是这样子，这几个国家表示说非常的欢迎，展现出来这种团结，超乎西方原来预期，挑拨离间。那他们特别是拉拢印度所以就怎么样能够他们没有料到说金砖5国是越来越团结，然后现在变成又这个成员又增加，他们就这个掺沙子分化拉拢印度，可是最后印度也是表示支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象征的一步。好，虽然有刚刚温老师说有些国家在观望，可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埃塞俄比亚，他那个总理就讲说这是我们国家伟大的一刻。他觉得说这个时候能够加入这个新的这个金砖集团，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过去比如说包括台湾这个成长模式，我们是经济发展起来了，可是你怎么发展，这是还是被美国人控制。这个非洲、拉丁美洲更是几十百年来想要发展，怎么样都逃脱不了欧美的这只魔手。所以呢，这金砖5国的这个发展这个起来，形成一个力量，包括刚才讲能源、土地、人口，是有可能让全世界的这两个这个帝国主义之外的国家找出一个发展成长的契机，所以呢，这种情况才是一个它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习近平他们讲说，就是要团结，而且要承担这个发展，然后要这和平，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全球力量的转变。我们不可以再用过去西方那种这边就是没有用啦，一定会失败了。西方当然唱衰，希望它不成功，
可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昨天做了一件事情，引起全球的哗然。他跑去投案他跑去投案然后还拍下这张监狱大头照。你看他的监狱大头照是这个杏眼，不能讲杏眼，就是他的眼睛瞪很大，怒瞪镜头那这张照片呢公布在网络上，他自己公布在他的 Twitter 上面也是美国史上首度有前总统被拍下监狱的脸部照片。那他当然是有目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看他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就写了，干扰选举，永不投降那川粉们也开始不断的支持他了。您看到包括一大堆马克杯T 恤各种的这个图杂志的这个封面都出来了，表示什么？他要募款吗？他要凝聚这些支持者来继续支持他吗？每一个动作感觉上都是在竞选，都为了2024的总统大选在铺路。而另外，这个除了川普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位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那应该就是拜登了。可是拜登自己有他自己的麻烦，川普有官司，拜登难道没有吗？他跟他的家人官司也很多，包括他的第二个儿子杭特的麻烦还没完呢。他跟大陆商业关系可能会变成他连任的绊脚石。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员罗恩就说，杭特一年从中国大陆大赚上亿这些钱，而另外他的认罪协商也在这个后来被终审的这个最终被审案的法官给挡了下来。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内幕消息出来了，包括拜登他整个家族的商业计划，是不是连拜登自己都撒谎呢？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拜登谎称没有跟儿子谈论商业往来这个委员会整理了拜登16次在公众媒体前面说谎的镜头，都记录下来了。而另外刚刚也说到了，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件这个坠机案，里头罹难者有一个大咖他是普里格金，也就是反对派领袖他的这个或者是说这个佣兵的领袖瓦格纳首脑的集团这个普里格金之前他想要政变失败之后，怎么这么巧就坠机了呢？普京打破沉默，公开致哀，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你，我表示哀悼可是呢，有很多的传言在民间流传着，包括乌克兰情报局就说这根本就是因为叛变未遂，所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去杀他的，刺杀他的，所以根本就是人为的。我们来看看呢，包括中国大陆也被问到这一题，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不愿意正面回应，低调表示说，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这是他的制式的回应。而另外我们看到更多的细节出来了，在坠机的现场上头很遗憾的所有的人的遗体全部都烧焦了。而普里格金他本人怎么被辨识出来的？靠他过去曾经在监狱劳改营服刑的时候，有一根手指残缺变成辨识他身份的关键。另外呢，传出一个讯息，就是这一架专机这个瓦格纳专机起飞前这个空服员还跟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发讯息，还在抱怨说好奇怪现在一直在 delay 延误了，原因不明。他说在起飞前还在维修，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是不是被射下来的呀？因为坠落的时候机翼已经有一半不见了所以也有人说呢，在坠落瞬间前30秒，它的高度本来还很正常，可是一下子就掉下来，然后其中一半的机翼已经不见了。还有人说，美方认为有一枚来自俄罗斯境内的地对空飞弹可能击落这一架专机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出来了。来请教翁老师。我们看到那么多新闻，其实都很戏剧化吧？就是说，包括了川普其实我们美国的川普前总统举手投足都是戏。你看看他的那个怒目面对镜头，他留下的这张照片，其实就是要反映出来，我是被司法迫害的。他就是要告诉他的传统的共和党的选民，我现在被迫害了，你们必须要支持我，否则司法就会迫害到你。然后同时呢，他也告诉他的这个共和党的其他的同志你们必须要支持我，因为这是司法的迫害问题。
这确实让川普在共和党内目前民调遥遥领先。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被司法起诉或者是被抓要自首，好像是坏消息。可是对川普来说，这个 bad news 其实是 good news， 所以事实上对川普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哦。那我们看相对来说，拜登的 bad news 就真的是 bad news，因为拜登的这个儿子的状况呢，事实上拜登多次的去为他的儿子说话，可是越抹越黑。原因是因为拜登的这个小儿子 Hunter Biden， 他确实在过去曾经涉入到蛮多的有争议的事件，而这一次呢，在司法的调查当中，他打算要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我赶快认罪，把小罪就认罪了，就不要再调查下去了。想不到司法部一个来一个回马枪，就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深入调查。所以一来一回之间，看起来呢，民主党本来是打算要把川普形塑成为一个不守法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打太大力，回过头来，人家就会说，那你民主党的小拜登呢？那你民主党是不是不符比例原则？事实上，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专栏作家、专栏的这个文章都有在讲说，如果小拜登不是小拜登，是一般人，可能现在就已经身陷囹圄了。事实上是不会有在外面还可以呼风唤雨的。那再来，我们最后讲一下普里戈金哦，其实就非常的戏剧化，真的是可以拍电影了。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哦，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呢是，现在的俄罗斯哦，在整个乌俄战争当中的延续，周边的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些新闻跟讯息，会延续的会影响到这个乌俄战争到底怎么打下去。譬如说，普里戈金现在主导的瓦格纳集团，现在对于普丁来说，是在非洲的这个控制非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俄罗斯到底是不是能够靠着外交关系来让他的乌俄战争有更多的谈判筹码，或者是影响乌俄战争的后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戏剧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后我们可以大家来观察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看美国前总统的作为啊，一般觉得哇哦，好戏剧性啊。赖老师怎么看？我今天一看到他的照片啊，马上让我浮现出另外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我想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照片就是您看，对，像不像？很像啊，很像，对不对？因为我猜了，我猜川普。他应该在家里面那个镜子，然后练习这个眼神，然后嘴巴还要嘟这样，要嘟这样，然后这个很像，这个练的那个已经练很久了，要嘟哦，要这样嘟才行，哦，嘟得很久，然后呢，让这个整个细胞的记忆都记起来了，然后到了监狱去，我要投案，是投案去了以后，好要拍监狱照，就马上就拍一个照片这样出来，一模一样。因为它会让人家产生一个联想，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美国非常成功的一个当初的征兵广告，是我需要你，就是美国需要你。我觉得川普他就在进行政治动员，进行共和党的政治动员，说我需要你，美国需要你，我代表美国，我才是真正的美国。那个党的那一个瞌睡虫，他不代表美国，我才是唯一代表美国，而且我可以让美国再度伟大。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策略是成功的。是，你看，等到大家回神过来说，他跟那张照片很接近的时候，大家拿起来看，你看又帮他宣传了。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抢到宣传版面，抢得很大。那目前来讲，在共和党其他的人真的是基本上已经无法跟他竞争了，那就是他的天下了。那如果拜登因为岁月不饶人，时间过得越久，拜登的心智状况就越堪虑，然后拜登的那位副手的心智状况更堪虑。其实他很年轻，但是他对于那一位副手更加的堪虑，甚至连民主党很多的朋友也都更加的堪虑的时候，那你想这个选举会怎么打？好，我们最后讲一个普里戈金这个死亡的事情。第一个假设我们说他是诈死，那所以是普里戈金杀了普里戈金。那他是诈死，那但是问题就在于普丁已经背书，他死了，所以他从此以后一定要在人群中消失，要永久隐居。那这是他没有死。那假设我们说他死了，那就是谁杀了普里戈金嘛？那谁真正杀了普里戈金？那这个普丁暗示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说不是我。
然后有一些媒体说，那会不会是欧美人？是，然后密利说，美国人绝对不是干的，不是我干的。那所以大家就要把他指控说是普丁干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啊。最后时间留给郑老师。刚刚我们这个休息期间，大家都在谈论说，那到底是谁杀的？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个市局啊，这个实在太动荡不安了。前天晚上忽然间，这个炸天的这个大的炸弹就出来，布里戈津就飞机就掉下来。第一个问说真的假的？刚刚我就接着这个赖老师讲了。那现在如果假设他真的死了，真相如何？现在有很多讲说一定是罗生门，就像北溪2号长不出真相。可是西方的媒体已经全部就说就是普京。那在台湾不用讲，那俄国觉得是恶魔，特别是普丁本来就是个 TV， 保证就是他。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介绍3位老师：郑春琪老师，大家好；以及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翁履中老师。先生好，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我们先来看看呢，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一向非常艰难，这都不用多说了。可是最近一连串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包括先是中美洲议会排台纳中。那当然，我们发出了谴责，并且宣布即日退出。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南美洲瓜地马拉亲中派的总统候选人，他当选总统了。外界认为，他是不是有一点点呢，要往中国大陆这边靠拢呢？外交部辟谣，他说没问题的，我们有信心可以继续合作。而另外，我们看看蔡总统今天早上的最新的消息是宣布9月份。他亲自要出访史瓦蒂尼，在非洲哦，他无惧中共打压赖清德，他是帮赖清德副总统来铺路吗？已经定出了出访的日期了，是在9月5号到9月8号之间率团出访史瓦蒂尼，我们的邦交国。出访团的成员包括王美花，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高雄市市长陈其迈以及张敦涵。而另外呢，网友也都在讨论说，史瓦蒂尼国王啊，他经常来台湾访问嘛，大家都看到新闻，也常常来做健检啦。为什么蔡总统还要急着去呢？是不是？哎呀！邦交啊，有没有可能哦？这个邦谊有问题呀？哦，是不是有可能要断交？如果要断交，恐怕影响很大。不过我们看到总统府都说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揣测。而另外，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哦，过去大家知道哦，我们也长期有援助他，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也对他伸出了橄榄枝，您知道吗？现在中国大陆啊，给他很多钱，合资企业啊，帮助他盖水坝。这个水坝耗资1.36亿美元哦。那过去我们看到史瓦蒂尼曾经拒绝中国参与基建，那现在风向变了吗？另外还有金砖峰会，不是在南非举行吗？那个时候也有南非的媒体注意到了说，哦，也在关注哦，这个史瓦蒂尼国王有没有可能受邀参与峰会哦？可是后来他当然没有去哦。我们可以看到各方势力都在角逐哦，都在拉拢我们的邦交国，有没有可能又要被挖墙脚了呢？这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当然，外交部也编了很多的预算呐，哦。最后友邦在非洲，我们的外交部编列13.6亿援助他哦，这个是2018年的新闻。可是同一年，我们看到外交部有讲，他说这个史瓦蒂尼是不能被收买的，他不会被收买哦，所以那应该不是用钱来砸邦谊吧？可是呢，很矛盾的是，外交部的机密哦，这一区的机密预算却增加60%。哦，所以当然民众也不是傻瓜嘛，哦，就说这个还是用钱来巩固邦谊的吗？哦，外交部自打脸吗？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呢，什么都要钱哦，外交要钱，国防更要钱，我们的国防预算激增啊。哦，现在共军不断的环台啊，哦，飞越中线啊，挑衅啊，哦，所以你看到林传媒的这个独家，他就说国防部现在有秘密招数，他联合海巡署部署3层战防线哦。他的规划是这样哦，说是哦，只要解放军的船舰突破我24里的防线，海军舰艇将跟海巡署的海巡舰联合包抄，让他转向。
如果他还是不听，执迷不悟哦，硬闯我12里哦，就会被判定是侵犯我国国家的主权跟领土，会被迫使用武力迎敌。可是观众朋友，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对岸在军演，我们的海军田单舰监控中共的徐州舰，其实很近都可以拍到对方了哦。大家来看看，包括这个空中飞的、海上走的这些船舰，那当然都很贵。包括美国授予我们的F-16V 的战机追踪夹舱到底有没有用现在我们要去买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红外线嘛是拜登已经同意了，用153亿台币出售，台湾可以装备在 F-16V 战机上面的红外线搜索追踪夹舱这个东西在这里看起来长得像这样那其实就是为了要反制歼20，就对岸的歼20。可是对岸的环时还特别发了文章说这没有用那到底有没有用呢？没有用还是要买啊不然呢？另外，明年国防预算创新高学者就说灌水也是近年最严重。因为呢，我们有包括国防年度预算、基金预算、特别预算加起来6000多亿，创历史新高。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学者怎么讲。他说未来3到5年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国军账面上有很多武器，可是维护的经费不足，所以妥善率也会偏低，然后变成变相的浪费。而另外，我们看到了空军要盖一个东风机库堡什么意思呢？这是空军公告总金额将近39亿，叫做高抗炸系数的机库堡招标案。意思说这个机库堡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强壮，可以抗击3300磅级的炸弹那这个马文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说支持国军新建这个抗炸机堡，可是目前最高的抗炸等级也就只有2200磅。你现在说3300磅，到底是自欺欺人还是被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在南海在各地超级强国各大国都在部署，都在进驻。一个新闻出来了，大家来看看，美军的霍华德号驱逐舰在印尼软搁浅出了状况，上头的这个舰长是日裔的舰长他就被革职了那美军就发布新闻说，以对其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把这位日裔的舰长伊川健给解职了。看起来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新闻，可是必须讲恐怕是美军要防堵中国大陆，他认为这很重要，你只要一出错我就换人。而另外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最近在菲律宾举行，就这么巧，大家为了仁爱礁的立场争执不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菲律宾的这个会议中国大陆的代表就说重申他们在仁爱礁的立场。而另外阿留申群岛这个在这个白令海这里必须讲它就是在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山脉的延伸的这个阿留申群岛，现在看起来美国越来越重视了。为什么？他们还派特种部队到这里来演训，因为非常可能是什么呢？防范预警雷达遭袭。怎么说呢？前一阵子中俄的联合编队11艘舰队才从这个阿留申群岛附近这边穿越而去所以是不是要在这里加强部署？美国紧张了吗？我们先来问问看川琪老师怎么看？包括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的外交巩固蔡总统又要出访了。我先讲一下那个国防，等一下再讲外交了就是说评论这个东西有点危险，就是这个对岸中共一直把这个军力强大，那我们提高国防预算难道有什么错吗？没有错。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这个3300或者2200磅的什么抗炸机堡，它对方发展4400、5500、6600，你一于无敌。我们现在都讲说，那能够不备战吗？难道束手投降吗？要备战。关键是备战的目的是要避战嘛，还是备战的目的是要开战？如果你不是要开战，很重要关键，你要不要接触？要不要谈判？要不要朝和平的方向？我们没有说不应该要备战，备战好像就能够防止战争。你用这种方式，你有2200，他有3300，你有3300，他有4000，中共的整体军力比你强嘛？那你现在就算再增加这样的国防军费，你相对对方那么庞大，这个逻辑对吗？这种方式对吗？你这个钱是花到哪里去了？同样的，我们谈到那个外交的部分好了，瓜地马拉这个中国大陆叫做危地马拉，前几天那个政权就变了，是选前这个当选的总统就讲说，他要准备跟中国建交。当然，他也很贼，选上了就说，
先说维持台湾跟中国都是平行外交是可能的。然后老共就教说你要做决断，他要讲说希望能够必须维持跟台湾的关系，这什么意思？他选前支票都对着国民开了，选后为什么没有马上跟中共建交？他要这个嘛，要钱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蔡英文到非洲去，到了最后，我们南美洲只剩巴拉圭，非洲只剩这么一个国家斯瓦蒂尼，十几亿下去了，跟刚刚的逻辑一样，钱下去有用吗？你备战有用吗？我跟你讲，同样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金砖五国，习近平这次去参加金砖五国的时候，同时因为这次举行的会议是在南非，他同时跟南非有单独的两个国家的对谈。是，我看那个场面，跟他讲的这个讲话，他跟那个南非的总统叫做拉马福萨，说真的，我们台湾连那个总统叫什么名字也不太关心了，说我们根本不太，巴西至少是叫鲁拉。那个拉马福萨坐在那边谈的时候，旁边很多有非洲联盟的，他们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这领袖就在旁边一起参与。然后习近平他怎么讲？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讲说非洲怎么样怎么样，2063的非洲计划，哇，原来人家非洲人有他的想法。当然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希望发展，台湾发展起来了，大陆也发展起来。非洲长期就是一个黑暗大陆这种印象，人家不想改善吗？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个计划，那怎么弄？习近平就说要跟他展开很多具体的，从支持他们的工业化到农业的这个很多计划。我讲个具体，比如说他这个人才合作计划，他说要培养未来500个职业学校的院校院长跟骨干干部，同时要1万名，这个很有趣，中文加职业技术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老师，然后呢要邀请2万名各国的政要专家去开研讨会，是，然后呢要跟非洲整个他是借南非的讲，整个非洲说要发展100个大专院校，互相的合作计划，启动10个研究项目。我要听到很具体，我们的是3.6亿，那到底用到哪里去？就是收买。你看看人家的布局跟他的发展，你就知道未来趋势岌岌可危。这种路线对吗？硬对抗、硬搞，能够走出路来吗？是，大家值得好好的想一想哦。来请教赖老师。原本我们有9·2共识是的马英九时代，我们跟中美洲的国家绝大部分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是7个国家中，我们是超过1半以上。所以我们参加中美洲的议会以永久观察员的身份20几年，蔡英文任期内丢光了，只剩下2个，5比2，所以他们的尼加拉瓜提出就是排我纳中案，那民进党当局摸鼻子说，我先退出，我退出，我不是被你赶走的。当初他们怎么骂蒋介石退出联合国？蒋介石退出联合国就是多数决就提出来了嘛，就是排我纳中案嘛，所以台湾被赶走了。那蒋介石为了尊严退出，民进党怎么骂蒋介石的？民进党当初怎么骂蒋介石，现在就要怎么骂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同一个标准，因为当时时势已去了嘛，所以蒋介石为了尊严，他必须要离开了。同样的道理，你今天说你为了尊严，那你当初怎么羞辱蒋介石？说我们本来可以2中的，本来可以被承认的，是怎么样？那请问一下，你今天你要对蒋介石说道歉，你要认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因为你输光了嘛。为什么你蔡英文执政的任内，我们在中美洲整个地盘输光了？原因在哪里？你挑起9·2共，你否认9·2共识，你挑起外交的战争嘛？本来我们双方已经外交休兵了，是你故意挑起来的，你故意挑起来，而你还战败，不用对人民谢罪吗？你一连串的战败，难道都不用任何负责任，也不用道歉，也不用对我们认错吗？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是你挑起战争的，你战败了，你就负起全部责任。刚刚讲到非洲，斯瓦蒂尼说不是有买的，就是有买的嘛，100多万人口而已嘛，台湾的1倍大嘛，1半而已嘛，1.7万平方公里而已，台湾的1半，人口就100多万，你给了13亿人口，给了13多亿，你不是用买的，你用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那我觉得，但是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已经不再用过去台湾的那种老的方法，用买的，一定是一个互利。我帮你工业化，那请问你的工业化的训练设备那还有所有的基础建设，我来供应，那就是一种互利了。我赚你的钱，你工业化，我帮你农业现代化。那我的专家过去了，我的机具过去了，我的无人机过去了，那叫做农业现代化嘛。那你赚我赚，彼此都赚。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请问它的代工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了？是，来请教温老师。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在谈国防预算要多少要多少，其实老实说坦白话，我们有点自欺欺人。为什么这么说？不是不要做国防，而是再好的武器设备，如果你没有备战的决心或者是战斗的意志是没有用的。相反的，其实过去我们在抗日的时候，你想想看哦，当时的这个武器设备比日本的还要再差一点，可是呢，全民士气很高昂，是做好的战争的准备。所以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战争买的多好的武器的问题，是台湾的人民真的有打算要打仗吗？还是我们到底想要告诉美国说，只要有好的武器，台湾就会打仗？好像不是这样。我回到台湾哦，跟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年轻朋友说这个Dennis 老师要展现出一种态度，这个抗中是一种态度，态度很重要。可是这就反映出来，我们就是这么的不诚实，跟这么的不扎实。什么是态度？态度你要知道去哪里打仗，你要知道这个战争是需要训练的。如果这些事情都不做，只是一种态度，其实跟外面的小混混就互相呛声是一样的，就是义和团。所以其实我们在谈所谓的国防预算的时候，先姑且不论它是不是有灌水，它是不是有买到好的对的武器，根本在台湾的意识形态上面，就是所谓的备战意识上面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要跟美国去做反应的。其实我们做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知道，在美国你看看征兵的广告，它是什么样的形态？直升机哒哒哒哒跳下来，它非常英勇。在台湾告诉你说加入军队5年赚第1桶金，想想看这个态度的差别，想想看我们备战意识的差别。政治人物不要只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买了很多武器我们就安心了，要告诉年轻人实话，如果要备战可以，那就要扎扎实实的做军事的训练。然后讲史瓦蒂尼，刚刚2位老师都讲得很重要，就非洲国家确实我们的邦交确实不管是金援外交或者是这个重不重要，其实我们想想看，史瓦蒂尼这个国家在2021年的时候全国的暴动什么呢？想要推翻专制的帝王。可是我们支持的是帝王，如果不是支持这个史瓦蒂尼的国王，这个邦交可能就很守不住了。其实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困境哦，就是说面对史瓦蒂尼这样的国家，刚赖老师说了，范围非常小，这个给的金额非常多，可是我们支持的是什么呢？支持的是民主吗？是支持民主价值，还是支持专制政权？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对外关系的时候真的要去思考的问题。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台湾的这个电视媒体看到的这个国际新闻，也许是以管归天。